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特斯拉来到关键抛压区，多空决战就在眼前，462目标位能否一举拿下？蛇口下跌以来首次出现反转信号，回调买点已经出现，美股趋势依旧强劲，看懂30分钟图表可以更快发现趋势变化。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3个分析。阿哲会讲一下缺口怎么去识别和它的一个简单使用技巧。我们同样呢也会讲到有关30分钟的图表目前应该怎么分析，最后我们再看到有关今天日内要关注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了解了市场的环境之后，我们再看到指数后的个股分析。那么阿哲会讲到以下的个股，分别是特斯拉、HMS、阿斯麦、英伟达、博通、LAB、Circle、PLTR、Coin、HOD、Huawei、OPEN、苹果、WRD、UNH、谷歌、亚马逊、SMCI、MBIS、英特尔、BMNR、COST 以及我们的甲骨文。也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那么您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的目录所涉及到的标的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比较长。而阿哲也知道这里面的很多内容不一定都是您所感兴趣的，所以阿哲把所有内容的时间轴都标记好了。您只要点击视频下方这一个三角的形态，那么点击之后您就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你可以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部分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有关指数的一个分析。在近期的一个市场走势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历史好像在重演的状态。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市场有回调结束的迹象，而在本周周一依旧出现了跳空高开的一个上涨，市场呢延续我们所说的回调结束点的一个判定。那么什么叫做历史可能会重演？这呢要讲到我们前期视频所说到的这个长下影 K 线，曾经这里也是一根长下影 K 线。我们说长下影 K 线呢，它的产生是市场有一次下砸而后再出现 V 型反转，而这种下砸后的 V 型反转，我们通过后续股价出现明确的向上突破，可以去判定它这个下跌很有可能是砸盘行为。那么下跌时的卖方有很大概率是散户为主，那么买方就有可能是砸盘过程当中趁此机会去低吸的机构筹码，它是一种聪明钱行为。所以市场在此下影线区间将会形成一个支撑区，股价后续如果再回到这个区间之内，有可能是一种回补的现象，那么市场资金很容易聪明钱会再次的去同样的价位去买进。所以每次回到长下影线的地方，我们只要它不去快速跌穿长下影线，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认为它会是一个聪明钱再次买进的区域，也是我们最近呢讲到你可以去低吸的一个区域。而当下延续反弹是否能够跟之前这样子走出再次的强势上涨，我们无法去确定，但是我们依旧在跟踪这个地方的买入之后，市场是否能够延续上涨，历史是否会重演，我们依旧在关注。那么以上呢是对于前期视频我们观点的一个复述，接下来我们学一个新的内容，叫做缺口。什么叫缺口？缺口呢，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会去见到，包括你的股票当中和指数当中都会很明显的出现过，就是两天的价格它没有重叠的地方形成的真空区域，这就是一个缺口。而缺口呢，它有很多所对应的理论，那阿哲呢不想讲太复杂的，我们今天就以缺口的方向来去定义缺口的一个性质。如果股价呢是往上跳空，而后跟昨天形成低点和高点之间这种缺口，那么这种叫做向上的方向叫上缺口。反之呢，如果是向下下跌导致的跳空，是昨天低点和今天高点的缺口，这种叫做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如果高点低点缺口之间呢是同一个数值，那么这种呢同值不算缺口啊，这是缺口最基本的一个识别的方式。那么缺口当中最实用或者说最简单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把上缺口当作是一个支撑，把下缺口当作是一个压力。那么以此呢，我们就可以去分清楚市场当下的一种多空的变化。比如像左边这个图表当中的一个走势，当你发现市场是处于弱势的，就多方弱势，整体市场可能做空的胜率比较大的情况下，它的特点在于
向上的跳空缺口会很快被回补，并且它没有产生支撑的效果，而后会很明确的以阴线实体把它给快速的吃掉。而向下的跳空缺口它会出现加速的下跌行为，这种就是空方占优的市场所出现的这种特点。那么以此，如果你发现你的股票出现这种特征，你要注意了，这种股票它去做多的胜率就会大大降低。那反之，什么样的市场属于多头占优的市场？就是向上跳空的缺口难以被回补，或者说哪怕有时候回补它也不是以实体阴线回补，它会产生支撑的效果，并且向下的跳空缺口呢，短期之内会很容易被实体的阳线给快速的修复。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多空之间它的力度是由空转多，所以有多方的缺口表现，也有空方占优的缺口表现。通过这种表现，你可以简单的预估出你手中的股票究竟是多头的概率大还是空头的概率大。甚至有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观察到你股票快速出现多空转换的那个节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纳指的情况。当下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图表的一个最新行情。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一段走势，我们再看一下近期这种强势的上涨，那你就会发现了这种蓝色的一个色块啊，它就是向上的跳空缺口。那么很明确的是它比较少被回补，像这种缺口基本没被回补，好像这个也没被回补，这个地方的缺口被回补了，但是是隔了很久才回补，而且回补的时候呢，它没有用阴线回补，它的收盘价呢是还在这个缺口的下沿之上的，所以这个不算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回补，整体多头还是占优的。那包括这种缺口啊，以影线回补，没有实体阴线回补啊，看到这些缺口没有任何一个缺口都是被实体阴线回补的，都是产生是支撑的效果，它们都是支撑。而向下的跳空缺口出现的这种粉色块，它出现之后呢，直接就是低点啊，一出现就是低点，而第二天呢，立马阳线去补。好，那么后续呢，以阳线实体收盘涨上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种表现可以看出，目前市场是极度的多头占优，并且空方目前还没有出现反向的这种情况，空方一直都比较弱势，包括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都是一出现股票立马见低点，而后很快用阳线实体去回补，所以目前的市场多头趋势特别强劲。而我们再看到近期，我们说缺口有支撑啊，这个缺口出现了，被补掉了，但是它是一根下影线，所以是支撑。这个缺口也被补掉了，但它是一根假阳线，依旧没有收阴跌破，还是一个支撑的表现。那么当下又出现一个缺口，所以它依旧能够作为支撑。当然这种支撑的效果最好不是短期被回补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它不能被快速的阴线补掉，如果被快速的阴线补掉，那么就说明多方走到这里有走弱的一种可能，至少它有这种雏形的出现。而如果它都连这种雏形的出现都没出现，那我们完全不用担心目前趋势是否反转，它基本就还是多头占据主导优势，而空方连冒头都还没有出现。所以通过缺口的一个分析，我们知道当下的支撑在哪里啊？最近的这个支撑其实还是比较密集的，像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那么像前面两个呢，都是被确认过的一个支撑，这一个还没被确认。但我们知道向上跳空缺口在多方的市场当中，我们默认它就是一个有效支撑，所以股价真的往下回补，那么只要出现影线或出现阳线，那基本依旧看涨，除非以阴线实体回补，才会出现短线的风险提醒。以上是缺口的技巧，这个方案呢，您在个股的解析当中一样可以去分析得到。很多强势个股基本是缺口不补，或者说缺口不会完全回补，这是强势股的一种特征，叫缺口不补，后市如虎。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做30分钟的图表解析。30分钟我们曾经是讲过107天线在30分钟它的一个回踩有所支撑，当时呢是在9月26号阿哲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一般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到，而在当时的信息9月26号写到的是30分钟当时回踩了107天均线有所支撑，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而日线呢是回踩到了影线的区间，所以这种地方可以作为激进的日内买点啊，保守的话呢也可以做日线反包之后的买点。那么当下在这两种买点之后出现了30分钟的一个上涨，而107天线呢是还未跌破的，
目前30分钟的107天线是22,445，所以这个价位它作为30分钟一个关键的价位。如果股价出现了上缺口被回补，跌破107天线，30分钟反弹不能够站上，走的是这种走势，那么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担心的。而除此之外，它是回调到170止跌，还是把上缺口去止跌，我们都认为它的趋势是延续的。那么趋势只要是延续，它就依旧能够去找到更高的高点。那么我们这波行情呢，目标就还是能够再创新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所得到的某些观点。那么通过缺口和30分钟的图表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或者说是我们的财生同学，那么阿哲希望您在观看视频看到这里，可以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为阿哲视频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那或者是您的一个建议。感谢老同学和财生同学照常的支持。当然，如果您是新同学，在视频观看学有所获，感觉阿哲视频对您有帮助的情况下，阿哲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点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图样，那么就说明呢您已经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您再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您会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有关日内的撑压。日内撑压它是一个阿哲每期的视频以及每个美股盘前都会去写到的一个关键点位，那么它的支撑和压力，个股和指数阿哲本期视频也都会给到。那么阿哲很喜欢用这项技术去跟踪市场的 K 线的短线的趋势变化，它甚至比刚才所讲的缺口要更加的有效，因为缺口必须得要有缺口才能去分析，而日内撑压点位是只要有 K 线你就能够分析。那么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图板它的左侧就是阿哲呢每天盘前所写到的美股的一个观点了。这是9月29号阿哲写到的美股盘前解析。您只要是今天刚刚订阅的粉丝同学，那么未来的1个月的时间内，您都可以在美股开盘之前免费收到阿哲的美股盘前解析。您只要去找到助教去领取这个订阅粉丝福利即可。而一般我们的盘前解析呢，会写到的是美股的指数观点，以及呢个股短线和波段的一个跟踪，基本每天盘前都会去进行更新这些看法。而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支撑和压力位了。盘前广播当中一般会给到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当然有时候个股阿哲也会给到部分，当然不是说每一只个股都会给那么这一个支撑和压力点位怎么去用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当天的一个收盘价就行。阿哲的这个点位呢是盘前给到的，而在当天的收盘您去对比一下，如果收盘价在预测的高点压力之上，说明多头强势突破今天的压力，那么短线依旧看多。反之收盘价跌破了低点的支撑，那么就说明空方强势跌破支撑，那么这个地方要小心空头的转势。所以如果多方强势收盘突破压力，阿哲一般会在 K 线上标记一个绿色的颜色，阿哲称其为绿灯。反之如果跌破支撑就是红灯。那以此可以得出这一个图表当中的红绿灯的指标，那么逻辑就是由此而来。那目前这个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指数它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的红绿灯体现，红灯说明当天之内跌破了支撑，那么红灯的 K 线就说明空方比较强势，你要去有所规避，不要太盲目的太积极的做多。而如果再转为了绿灯呢，只要是保持绿灯没有出现红灯，那么这一段行情走势之下就都属于多方占优，能够去积极看多的一个短线时间。转为红灯再变得谨慎，多头再相对要去止盈，去离场观望。再转为绿灯，我们再次的积极做多。转为红灯，再小心市场的调整风险。转为绿灯，我们再重新看多。这是一个红绿灯在一个短线顺势过程当中的体现，近期的表现也都是可圈可点，阿哲觉得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再看到最新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那么这一个点位呢，今天阿哲在盘前解析当中也同样会去更新。今天的关键预测高点是 22,732.45， 预测低点是 22,563.61， 关注这2个点位。如果今天的收盘价依旧保持在这2者之中，亦或者是收在压力之上，说明多方没有问题，依旧呢是绿灯或无灯，依旧看涨。
除非收一根 K 线跌破了预测低点，那么就会由绿灯转红灯。那个时候如果再顺势补掉缺口，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它的判定就有可能是一个反弹高点，而不是一个回调的启动点。这个地方是要小心的，它尽可能要保持一个快速的去新高。如果这里不能够新高，而是从绿灯再转为红灯，它就有可能走震荡，甚至呢是反弹的高点，然后再去破低点。那么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所以在这种反弹的初期，尽可能不要出现快速的再转为红灯，而是应该一鼓作气去走出再次的新高，那么趋势才更容易得以延续。所以今天关注这个低点支撑不要被跌破，一被跌破，那前期低吸的筹码尽可能也得要离场部分，等再次转为绿灯，再次积极看涨。红灯的话呢，短线就还是要有所小心的。所以关于这个点位，大家如果能够看到盘前的一个广播，每天呢都可以认真去观看一下。短线上阿哲是比较关注这个价格的表现的，一旦表现出红灯和绿灯，它也是在很多情况下会影响阿哲的短线判断。那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您可能呢还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助教去领取，那么阿哲简单教一下各位，您打开视频底下的一个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布的，那一条评论当中就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而您只要点击这个 Telegram 就可以找到助教了。不过您找到之后，阿哲建议您可以最好给他发送一个口令是我们领取的口令，叫盘前2个字，发送给他之后，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您需要盘前广播，他就会告知各位怎么在每天盘前都能够收到阿哲的信息了。不过这里阿哲要强调一点，我们的粉丝订阅同学不止一重福利一般呢会有2重。您只要是刚订阅同学，第一个呢就是盘前的解析，1个月时间内美股盘前广播您都可以免费接收。第二个福利呢是我们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这一个福利2阿哲觉得会是更加重要的，并且对您更有帮助的。它不仅仅是给大家一个观点，它会告诉大家如何得出某些行情的研判的观点，以及有什么技术能够用于当下行情的个股和指数的交易当中。像我们本周的课程叫做破译市场密码，我们会通过4节课程为大家去讲到市场的低点、市场的趋势反转、市场的拉升，以及选股如何选出长牛10倍股的一个密码。那么像这4种密码，如果您目前还不清楚还不知道，那么您学会之后，至少在某一些行情下，您会有特殊的解法解开市场所对应的行情密码。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刚订阅阿哲，那么阿哲希望这4节课程在本周就能够为您提供一个帮助，您在订阅阿哲之后就能够快速的得以去技术分析上有所精进和成长。那如果您想要参与这些课程也是一样，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找到助教，而后您跟他去报名听课即可。如果您觉得点击评论区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那里面呢也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同样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第1部分我们讲过了指数的一个分析，对指数环境有所认识之后呢，我们再去做个股的解析。那么个股的交易方向基本阿哲是认为和指数大体相同，如果指数保持多方强势，这种情况下你去找个股的做空点、做空的机会，一般来讲要么是容易失败，要么是利润不多。所以正常我们指数环境如果大体是看涨向上的一个牛市行情，那么个股呢我们基本就去找做多的标的为主。所以在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的解析。那么第1只个股呢，我们来到特斯拉的一个讲解。特斯拉呢是我们近期分析的比较多的一只标的了。从前期低位我们说市场容易走出商浪的一个行情，当然这个商浪呢可能是小商浪级别，因为当时我们画线的时候是画的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为一个一浪。好，那么市场的这个震荡呢为一个复杂的2浪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出的突破，那么出现了一个3浪的启动行情。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那如果这一波行情是小级别的一个3浪，那么它自然而然还会对应的一个4浪调整和5浪的一个上升。那么目前的这个3浪推动已经是临近大级别曾经的这一个5浪下跌的一个高点了，所以从级别来讲，这一个高度它去发生上的回调是已经满足基本的空间条件，是 OK 的。所以行情走到这里，你是要随时注意目标位一旦到达，
后所产生的一个调整。因为在这个小级别的浪形当中，它的二浪走势是复杂的，是震荡的。四浪的调整和二浪应该就是相对有所相反的。如果二浪是复杂的，那么四浪往往是简单的，而这种简单有时候会体现在单边的下跌当中和短期快速的下砸。因为二浪是用时间换取了空间，那么四浪就有可能是直接走短期快速的一个调整，然后去回归五浪上涨。你要去特别小心的就是这种四浪调整的出现。那么当前这一个区间之内呢，因为它已经是度过了三浪的加速，而后目前是临近前高。我们说前高本身就是一种关键的压力区，特别是这种前高还是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你就要特别的关注这种三浪后的调整容易在这里去产生。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空间就是这个三角形收敛，它的一个投射空间一般是1倍左右啊，所以这个空间往上投射1倍，那基本上就是 462.21 附近。那么在昨天的最高价已经到了450，所以离这个距离已经是比较靠近了啊。当然它不一定说非得要到这个价格才能调整，因为整体市场有所误差很正常，是高了是低了啊，都可能会有误差。到这个附近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有所小心，有所注意了。昨天出现了一个长上影线，那么在这种空间附近，如果今天再来一根反向的阴线，那么确认昨天的上影线可能是一种资金离场的信号，那么你就要小心，你要跟随有所减仓。反之如果是再次收阳，我们就认为它依旧要往上方空间去运行，还未产生高点信号，那么你可以等待一个右侧的下跌去止盈，或者说去相对有那么一部分的波段去进行止盈，而后等待后续调整后的买点。目前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价格左边有那么一个缺口，我们说向下跳空的缺口呢是一个压力，从前期高点下跌以来的所有向下跳空缺口基本都被回补，而这一个缺口呢它也接近被回补。阿哲如果没有记错，这根 K 线的低点应该是451左右，昨天是差点回补，所以这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最后的压力其实已经接近被消化。那今天如果再能够涨一涨，基本就补掉所有缺口了。那么所有缺口的回补也意味着这个趋势基本上就是一个反转，后续等待回踩之后的一个支撑买点即可。而下方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还未被回补的临近缺口，就是曾经这里的一个倒形反转缺口，所以以后呢这里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而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短线方面，那么当下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特斯拉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图中的这一个紫色带，它代表中短期的一个趋势方向，如果是紫色的话就说明它是一个中期向上行情，而股价整体也在171天日线级的171天均线之上，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就属于中短期中长期都是向上的趋势。那么价格的每一次回调我们就是以找买点为主，这是一种我们所说的顺势而为大概率的交易成功方向。那么最近呢市场出现了一个上行，它的一个短线红绿灯不断的交错的闪烁，而后左边的高点目前其实还没有被有效的突破，所以市场呢还维持一个震荡，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向上还是向下。我们在上期的视频当中讲过，目前特斯拉在没有到达一个目标位之前，它有可能是在走一个震荡行情的蓄势阶段，而后很大概率呢是以右空为主，因为它的趋势是向上的嘛，所以这种震荡它应该是以多头的方向去蓄势，而不是空方。它如果是出货的话呢，力度好像也不太对，所以目前我们依旧先不断看涨，短线上它只要保持绿灯，我们就还是方向也是向上看。目前是不是还是绿灯后的无灯状态？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441.35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452.835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了 441.355，那么市场中的一个走势呢就会由一个无灯转为红灯当然这个哪怕转红灯，阿哲认为它的一个风险目前应该也不大。真正大的一个风险呢是跌破飘带的上沿那样的话呢波段走势有可能会打开下跌空间，这里转为红灯最多就再探一趟下沿咯，它目前的这个下沿也就 414.339相对的一个短线的回撤的空间嘛，飘带只要不破，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我们整体来讲呢就还是看涨。至于我们所担心的市浪的一个高点会在哪里产生，我们不去预测，只跟踪，这里至少要先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 K 线确认呢昨天的上影线
为一个资金流出，而后我们再去担心是否有适当的一个高点。那如果一直保持无灯和绿灯，那我们就认为依旧呢还是看涨，依旧寻找这一个三浪的高点不是四浪高点是三浪高点。以上呢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HMS， 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一个图表，从170有所支撑，日线呢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反弹目前呢我们先以反弹来看待因为左边的高点还没有突破嘛，但整体反弹力度已经够强，可以去达成这个可能的一个反转。像目前的一个缺口，你会发现之前的这个向下跳空缺口是被实体给补掉了，而后呢这一个下跳缺口也是被补掉了，所以整体的市场目前有大概率是一个宽幅的震荡，但多方还是占优的，因为170是向上的，而后下方的这个缺口是还没有被回补的，而上方所看到的很多向下跳空缺口基本都被回补了，而上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上缺口是吧，也是没有被回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整体虽然是震荡，但是多方还是占优。好，最近的中短线低点在抬高，高点也在抬高，左边这个影线区间我们说是一个压力，曾经也是一个缺口嘛，是吧？缺口补掉，但是是一个上影线去回补的，所以它这个缺口我们依旧认为是有一个压力，不过这个缺口没有在日线出现，是在日内出现好，所以当下在这个缺口区间之内呢在盘整，这个缺口的下沿是在 55.52 最好不要再跌落，如果这里再跌落 55.52，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趋势波段一个支撑，而当下就还在消化曾经这个缺口这个地方要站上这个缺口，那么基本它的压力就比较小了，后面呢就是要看到新高附近。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到是 HMS 的一个图表，它的170天线和它的飘带和特斯拉是一样的，整体的一个波段是上行的，所以我们一般做波段上涨的股票最好就是找170向上，而后飘带可能由环转为这个紫色，并且两者离得比较近的，那么这种呢是波段低位的一个可能性会大一些。如果它是一个波段转为紫色，但是离飘带比较远，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太算是一个波段低位，所以我们当时在这附近开始呢去关注 HMS， 而当下它每一次回踩飘带有支撑，而后上涨能够有新高，那么就说明目前的一个市场它依旧还是维持这种波段低位在向上运行的过程。短线来看，它当下是一个重新回踩之后的绿灯，那保持绿灯，保持看涨。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预测值，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58.68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60.98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跌破 58.685因为它离飘带比较近我们也就最多认为它会回踩飘带整体来讲就是短线会容易回撤转为红灯，但飘带只要保持支撑，整体的风险性作为波段投资者来讲就不大，它的飘带上沿目前在 54.25 附近。以上是 HMS 的一个标的解析，我们接下来来到阿斯麦。目前我们所看的是阿斯麦的一个图表，那么阿斯麦在低位出现了一个反转形态之后快速的加速，而后来到了前期的倒行反转缺口，这里出现了压力，而这个压力当下是还没有明显的能够去回补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也说过就是它前期低位以很多个缺口向上去突破了无数个压力，那么这种行为这种力度这种决心很大概率它是往着这个缺口去的，所以当下只是刚碰到缺口，而后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一个回落的现象，所以这个地方阿直认为它的目标依旧是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或者说至少要回补部分，那目前还没有去触及，或者说还没有去进入，所以这个地方阿直认为它的上涨空间短线上来看应该还是有的。从趋势来讲，它是一个颈线位突破之后的加速，一个回踩都没有，就哪怕真的这一次没有出现一个很强势的回补这个缺口但是我们只要你不是说在高位再去加仓重仓的，就前期我们是在170附近也是用这个飘带去选的，是170飘带靠近的时候去选的，这种情况下你的一个成本只要不是说在颈线位之上比较多的话，而是在这附近的话，那么完全可以在这附近等待出现明显的右侧的下跌行为之后去止盈部分，而降低仓位拿出筹码，等到后续回调时关注缺口支撑和颈线位支撑我们再去买进，它甚至呢是比直接去回补缺口可能会更好，更能够去上仓位的
一种行为，更加稳健的行为。好，那如果它不给右侧的下跌去止盈的机会，那我们就等它往缺口去回补。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的一个分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阿斯麦的一个日线图表，我们看到阿斯麦呢之前是不是也是由飘带的中短期筹码和170的相对中长期筹码叠加重叠，而后走出的这种上行。好，这种趋势波段就是我们一直所跟踪的，也是希望 HMS 能够走出来的。那当下它有无数个出现的这种缺口都是向上的跳空缺口一个一个都没有被回补，是吧？目前这个最上方的缺口是被回补了，但是它不是一个阴线实体回补，所以整体来讲它的趋势也是多方占优。我们说想要看到空方的走势相对比较强的情况下，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有那么一根阴线把这个缺口给跌穿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小心它这里空方有可能慢慢的要涨露头角，而相对更加要担心的就是它阴线回补之后把下方的飘带给跌破，那么这个时候波段就已经要威胁到它的趋势了，而当下是都没有出现，所以都没有问题。而现在在短线上呢，它这一根 K 线是一个绿色，就是我们的绿灯 K 线，那绿灯 K 线就短线依旧看涨，而下方飘带呢是在 903.438， 离得还有点远，所以想要威胁到趋势还是有点难度的，并且这个飘带附近是对应的一个上升缺口，所以它这里呢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整体的阿斯麦想要跌回颈线位，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那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962.487， 而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972.193， 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指数以及特斯拉 HMS 阿斯麦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标的会偏多，所以阿哲讲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但整体关键的数值以及趋势还是会分析到的。其中呢有一些同学是上期视频留下了个股想要阿哲去解析，阿哲也抽取了一部分，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个股在里面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因为有些标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只能抽取一部分，也同样很感谢大家照常的支持。而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那么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当中，它还是走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震荡行情，所以之前在这一根阳线的位置我们才说大涨它不一定是买点，因为它只要还没有脱离这个区间，它这种上涨快速的动作来到了一个上沿附近，对于震荡行情来讲它基本都是以卖点为主，所以下沿它容易下跌时出现低点买点低吸点，上沿震荡行情加速的时候容易出现卖点，所以在没有明显出现强势的方向性选择 K 线突破和跌破之前，我们在这区间之内，要么你就先看着不要乱动，因为很容易做错方向，要么就是一旦有明显的大涨跳空或者说长阳，在这个上沿附近你呢就不要乱追，甚至呢要以卖出为主，所以震荡行情呢会偏左侧。而当下好一点的就是它的飘带开始有支撑，那么这一个黄色带转为紫色带回踩有支撑走为上涨，我们要看一下它能不能维持这种状态，只要后续下跌它都不跌破飘带，不去到震荡的下轨，那么这里就是慢慢要脱离这个震荡区间了。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预测值目前是一个绿灯，能不能保持绿灯？如果不保持绿灯往回调，它不能够去跌破这个飘带。好，我们先看能不能保持绿灯。今天的低点支撑 181.085， 高点的一个压力是 184.765 关注这两个数值。而我们同样也看到飘带附近大体是在 176.797 附近。下一支标的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呢是我们近期比较关注的因为想看这个趋势强势的回调当中它是否能出现一些买点，但当下的买点依旧没有出现因为它一直是一个飘带，虽然是紫飘带，但回踩过程当中没有出现我们想要的反包买点，或者说蓝 K 的突破买点。这个地方有蓝 K 说明短线超跌，但后续呢高点依旧没有被吃掉，所以这里不能买进。而现在跌破了飘带，我们说跌破飘带属于趋势的一种风险信号，危及到了上升趋势，而跌破之后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要关注绝处逢生的可能，因为趋势如果是上行的话，那跌破飘带的1天2天时间，那它都是可以去关注的。这种过程当中如果趋势依旧保持向上，它就会有自救行为，让价格
往上去拉回。我们之前讲过一只也是同学的股票啊，今天可能不在列表当中，就是 TR， 是吧？当时我们是讲到这个标的也是一样的，跌破飘带它是风险威胁趋势，但如果趋势依旧是上行，它这里是砸盘的话，它在1-2天之内会给出答案。那么这2天的时间在飘带之下收盘，它只要后续不把它给跌破，而是突破，是不是依旧还是会回归上升趋势？所以当下的博通也是一样的，它虽然跌破了飘带，但它跌破了是第一根，而后今天等第2根，如果今天就能够或者说短期就能够收阳把蓝 K 给突破，那么这里依旧作为趋势逢升的买点。当然了，我们当下在跌破飘带之后，你肯定之前如果是波段看涨的，一定要有所减仓，你不能说完全不动，等到再次出现绝处逢生买点，我们再去看涨。好，那当下我们再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判定，从前期的红灯下跌以来，基本都没有绿灯，整体保持这种单边的走势。这一天呢是一个红灯 K 线，那接下来看一下绿灯能否出现。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320.975， 高点的压力是 334.475 啊，关注这2个数值，能够出现绿灯再出现突破蓝 K， 这是最好的，那么可以直接构成买点。否则还是红灯或者说还没突破蓝 K 之前啊，我们相对来讲再关注，不要随便去抄底买进。下一组股票我们再看到 ALAB， 那么这个标的呢是不是也是绝处逢生的一个动作啊？跌破了第1根，跌破了第2根，而后止跌啊，依旧是紫色带，所以绝处逢生是有机会的。这里是个向下跳空缺口，所以这里是个压力。我们如果能够更加保守一点，就是收一根阳线，把这个缺口给吃掉，涨到飘带之上，这是比较稳妥的买点。而我们目前所看到是蓝 K 还在维持啊，并且红灯也还是无灯状态，没有绿灯，所以当下呢这个地方出现了买点了吗？还不算是一个买点，因为它还是一个蓝 K 嘛，所以你最好等蓝 K 消失啊，然后突破啊昨天的这个 K 线的高点，那么作为买点，这是比较早的。如果更加安全，就是补缺口涨飘带啊作为买点，就跟前期这种站回飘带之上啊作为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能出现绿灯吗？低点支撑今天是 198.545， 高点的压力是 209.795， 关注这2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啊 ，Circle 呢近期终于有所反应，市场出现了一个很夸张啊单边啊的这种下跌。这种下跌过程当中呢，市场是从一个紫色带转为了一个黄色带，转为黄色带，整体市场中期空头，那么上涨基本都会容易遇到压力。但这一次呢，它终于突破了一个飘带，而后回踩紫色带是止跌的，并且昨天出现了一个蓝 K， 蓝 K 产生，蓝 K 消失，蓝 K 突破，站上飘带，是吧？我们所说的买点都有了，并且它还是一个绿灯，所以 Circle 呢属于近期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上涨突破飘带，回调飘带，蓝 K 止跌突破的一种买点啊，这里也算是一种绝处逢生，所以当下的一个 Circle 就是一个买入信号。而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131.08， 高点压力 140.38， 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要小心快速由绿灯再转为红灯的行情，如果绿灯第2天立马转红灯，说明短线上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诱多啊，所以只要不是红灯，今天是无灯还是绿灯，我们都能够保持看涨即可。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PLTR， 它处于一个紫色带啊，它整体也是突破了黄色带，然后趋势呢回踩紫色带转为多头，目前在维持多头趋势的跟踪。我们在看到回踩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跟特斯拉一样走出了连续的转灯啊？但目前呢依旧是一个绿灯吧啊，转为绿灯，但它的买点不明确，因为它是一根阴线的绿灯，最好是在飘带上等待我们的阳线绿灯，是吧？就跟前面这里回踩飘带由红灯转绿灯看涨。好，目前回踩飘带附近啊还没有完全踩到，飘带呢在 174.098， 它在这里要等一根阳线绿灯再去做趋势的一个加仓，趋势的一个看涨。我们看到红绿灯的判定，今天低点支撑 178.01， 高点压力 182.33 啊，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 啊 ，Coin 呢
是不是跟 Circle 啊有点类似啊？也是突破了这个黄色带，回踩紫色带。那回踩之后，它是2天蓝 K 突破作为买点，所以 Coin 也可以作为买点。只是 Coin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前期下跌有点狠啊。这里呢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这里也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所以这个地方啊 ，Coin 整体的下跌前期比 Circle 要狠一点啊，但也可以说它的多空比较活跃，这个缺口快速被回补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缺口作为压力，所以这个地方Coin 和 Circle 都可以产生买点，都可以看涨啊，所以都是没有问题的。趋势呢也回归到了一个紫色带。我们看一下红绿灯，低点支撑 325.17， 高点压力 343.2，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是 HOD 啊，很多同学也是关注的，但其实没有太多好讲的，因为它整体就是一个强趋势飘带，是吧？大体就是一旦转为紫色带，你就看它回调找绿灯，回调找绿灯。好，整体目前是又转为了一个紫色带，在某一期的内部课程当中，当时应该是讲过这只标的，而后也有讲过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那如果有老同学，如果是参加过我们的内部课程的订阅粉丝同学，应该知道啊，当时有讲过，从技术面的一个分析角度，这个地方就是买点啊，价格回调飘带，而后转为绿灯啊，它同样也是一种看涨点。那当下呢，是不是又是回踩飘带，由红转绿，所以同样也是看涨点。但这里有一点不好，就是我们希望看涨点出现时能够是不错的阳线，但是这一根呢是特别长的阳线，这里就容易呢瞬间从飘带下沿拉高了啊，乖离直接就变大了。所以我们的买点啊，最好是买这种阳线，这种太过于强势的长阳线，你除非是开盘能够及时发现，否则在这里再去买，很多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这种性价比了，这种买点就不太好了。所以整体按趋势去跟踪，我们不追涨，等后续回调再买即可。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30.25， 高点的压力呢是 143.31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RWV 啊 ，Callaway 股价上涨是不是也突破了啊？最近呢很多超跌反弹的个股都是这样的，下跌时环带突破转为紫带，回踩，它有回踩吗？啊，最近才回踩。好，回踩目前没有跌破，那么飘带的一个上沿在 120.886 啊，这里呢还作为支撑，这里出现一个长上影线，它会不会是仙人指路啊？还不太清楚，但目前至少它是一个运线，最好等一个绿灯去买进。当然这里是一个运线的话呢，最好是收盘价能够突破它的一个绿灯，而后作为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低点支撑是 121.51， 高点压力是 127.51 啊，关注这两个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OPEN 啊 Open， 好，这个股票啊也是我们同学所留言的个股，价格走势出现的是一个上行，它是一个170上行，而后紫色飘带上行啊，飘带呢整体是一个偏窄的，说明它的趋势呢在加速之后走的是一个顺势的上行。好，那么目前不太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出现了一个下跌，跌破了飘带，站回飘带为买点，但同心跌回来又转为红灯，所以这个地方看涨，而后这里呢又要去离场，整体是盈亏平衡，或者说整体是小亏，这个地方它又走为了再次下跌的可能，它是一个10日新后的下跌，当然这里整体还在运线当中，所以方向还不是特别明确，它还有希望啊，不是说一定会下跌，但作为交易点来讲，之前的买点走到这里应该要去减仓，要去止损部分了。它的这个缺口呢还没有完全的回补，这个缺口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是有可能要再往下探这个缺口啊，是吧？看一下有没有支撑，而后再回归上行。而如果直接以阴线回补，这就是一个比较风险的点了，后续缺口就有可能转为压力啊，要小心这么走势。当下是红灯，就短线要开始注意，并且2次跌破飘带啊，所以这个地方启动的信号开始被打消，我们要等待再次的绿灯站上飘带才能够重新看涨。目前从波段角度来到了一个风险区间啊，要小心这种风险的一个确认。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7.771， 高点压力是 8.509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苹果在加速之后，目前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震荡横盘。因为什么是震荡横盘？
因为它左边是临近前高啊，就跟特斯拉是一样的，来到了一个抛压比较明显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以震荡在消化，如果消化得当，那么市场将越过新高，否则这里容易是第二个高点。那么目前依旧是一个绿灯保持，那么有黄 K 出现，黄 K 呢是一种波段的风险 K 线，它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波段是超买的。像前期这种地方出现了之后，小心黄 K 消失和黄 K 跌破啊，它跟蓝 K 呢是反过来的。好，这个地方黄 K 已经消失，已经跌破了一次，所以这是一个风险点，这里要做一个减仓。目前又是黄 K， 那小心低点再跌破就再得要减仓，所以当下是一个前高附近的震荡，这里不能去加仓，不能去搏它能够越过新高，而是做前期飘带附近转绿灯买进之后的一些减仓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一个预测低点 252.725， 高点压力呢是 254.715 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WRD 文远之行，那么这个股票它的一个下方，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下跌之后在低位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这个震荡呢，是否能把趋势给消化？我们看到170天线出现了，当下压制着股价，而飘带呢在下方往上走，但是170呢还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这个点位像是一个蓄势，有点像三角形的收敛状态，或者说低位的一个箱形收敛。好，那么170天线作为关键的压力参考，目前连阴回调到飘带附近，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蓝色 K 线，并且是一个标准的运线，所以如果能够收一根阳线站上这根阴线的高点，我们结合蓝 K 结合飘带，这里中短线属于回调的买点机会。那么你要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去向上突破，当然这里如果它不出现这种运线上破而是下破你要小心了，它就还是要震荡。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10.335， 高点的压力 10.715关注这两个数值，上方170天线作为当下的收窄过程当中的一种压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UNH 联合健康，联合健康呢在低位出现了强势的一个上涨之后它是保持一个飘带，目前飘带呢没有被跌破，一路的慢慢的转为爬行的状态。从下跌的走势当中，我们说是不是下跌的一个反弹高点目前被突破，说明这是一个反转的一个迹象，就是有了更高的高点而没有更低的低点。好，那么飘带只要保持止带，你就保持看涨即可。好，短线上呢目前是一个红灯回踩飘带，那转为绿灯是不是作为紫色带上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343.315， 高点的压力是 347.415关注这两个数值。回踩飘带转绿灯则看涨绿灯之后又转红灯呢，就先行离场，等待再次转绿灯去做回调买点很难的。你说每次都转绿灯直接买就涨吗？肯定不是它有时候可能会走出震荡或走出复杂调整时，你就不太容易通过单一的绿灯直接买到一个不错的点，但是依旧的关注绿灯的出现之后呢，去试错性的买进，而后出现上行时再去逐渐的添加仓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那谷歌也是一样的，有一点风险了，因为它跌到飘带内还没有出现绿灯的阳线，这里是一个绿灯的一个阴线所以整体不能构成买点。价格从相对的高点出现红灯之后一路下滑到了飘带上沿没能够有效支撑，而目前被跌破。那么看到飘带的中轨是在 241.331， 飘带的下轨 235.466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整体做波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红灯要小心往飘带走，如果它的乖离比较远，那么飘带它运行过程当中回撤的范围就比较大，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是减仓的。所以当时这里提醒过减仓，回落的时候呢等待买点即可。那么在跌破飘带跌穿之前，有效跌破之前，我们依旧还是找回调买点即可。相对要小心的一点，或者相对呢有点不好的一点，就是这前方的缺口是有一点点好像要被跌破了目前还没有完全的阴线跌破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支撑吧它会不会被阴线跌破？如果被阴线跌破的话小心空间的打开。我们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 239.556， 高点的压力 248，
0.004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它出现的是一个宽幅的震荡，跟英伟达有点像。好，那么这个震荡的时候170离得比较近啊，所以它其实也能够算是趋势不会太高，至少乖离不会太大，所以曾经在170附近出现了蓝 K 突破，走出了向上的一个波段。那最近跌破了紫色带，是吧？走出了再次的黄带啊。那么这种颜色带频繁转换，它其实就是一个震荡的现象嘛。好，最近又出现了一个蓝 K 回到170附近，没有回踩，但是离得很近。好，那么目前出现了蓝 K 的突破啊，所以可以作为一个震荡下沿的一个买点啊，博弈超跌反弹，空间压力就先看黄带226.998。当然这种呢属于超跌反弹，整体的趋势它不强啊，它呢不是强势股，整体是偏弱的一个震荡个股。那么目前是一个绿灯，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20.735，高点压力是224.03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啊，它跟 HIMS 是差不多，但是 HMS 呢还启动了一下。它目前是还处于震荡的行情当中，170和紫色带啊保持依旧比较近，所以我们依旧呢关注一下，看是否能够走出另外的又一个波段的标的。当下出现了一个绿灯啊，所以我们整体还是看涨的，因为它的绿灯是多为红灯的，红灯近期呢就出现了一个，所以整体多方短线、中线、长线啊整体偏为看多。我们看到低点支撑46.15，高点的压力47.5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 MBIS， 好，那这个个股它也是处于一种强势的波段上涨当中，曾经呢给过一次买点啊，是一个趋势的绝处逢生啊，就是跌破1天，跌破2天，没有再往下有效跌破了，出现了蓝 K 啊，蓝 K 的突破。整体没有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吧，因为它蓝 K 突破的时候已经是高开高走了，所以这种位置只能去追啊，否则的话呢，你就不在这里去加仓位。好，我们看到目前是一个紫色带上行啊，整体回踩飘带由红转绿，是吧？这种位置可以作为一种加仓点。好，价格最近呢是走出了一个黄 K， 黄 K 后接红灯，整体呢离飘带比较近，所以这种红灯的卖出信号呢就比较弱一点。好，红灯什么时候卖出信号比较强啊？离这个飘带远的时候，特别是加速之后啊出现的，那么这种回撤就可能会大。这种呢比较小，它是一个走趋势，所以危险就不大。好，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这个黄 K 的下沿如果被跌破啊，那么有机会可能扩大这种下跌的空间。黄 K 的低点要作为支撑了。那目前转为绿灯，但整体不强啊，所以继续关注黄 K 低点做支撑，不跌破依旧趋势看涨。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09.275，高点的压力呢是113.46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英特尔，英特尔呢也是从这个低位震荡了很久之后，出现了一个缺口，是吧？它这个缺口和左边的这种向下跳空缺口是对称的。我们在某期的视频当中是讲过，它是一个底下的矩形箱体之后出现的倒型缺口反转啊，所以整体呢很强势。这个地方走的就是一种下跌之后的反转态势啊，已经是反转走势了。那么后续不管是调得多深，基本上只要这个缺口不补，是吧？我们就在这附近啊，在这之上找回调买点就行。最近呢出现了一个再次的回落走绿灯加速，那目前是一个 K 线黄 K 波段风险后出现了下跌，但是还不算有效跌破啊，但已经转为红灯了，可以开始减仓。减仓之后，如果收一根阴线把它跌破，再减一次仓位，等待飘带附近转绿灯买进啊，基本就是一个波段操作。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33.445，高点的压力是34.76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BMNR， 这只个股的走势啊，整体是不是也是震荡的啊？基本上就是在震啊，一直呢飘带在转为紫色啊、黄色一直在转。好，这种情况下飘带的一个支撑压力呢就会弱一点。好，那么我们看到最近走出的一个向上强势上涨，飘带又转为紫色回踩啊，开始呢有蓝 K 目前被突破。那虽然说整体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紫色，整体虽然说是一个震荡行情，但是如果回踩飘带有支撑有蓝 K 突破，还是可以去搏一下的。搏什么呢？博弈的就是它由震荡转为慢慢的上行
目前的飘带是有支撑的，开始有所支撑上行，那么就在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大家要小心，如果到上方之后又有压力又回落，就要说明它还可能是在一个震荡行情，那个时候的红灯就要小心了。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52.46， 高点压力 55.36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ST 好事多。好事多的整体趋势170，股价在170之下目前呢飘带也是一个黄色的，前面这个紫色带呢是一个反弹没有去站稳，没有支撑所以目前的走势整体不太好，趋势是偏空，飘带和这个170都有效跌破了，所以偏空的话，这个股在当下就很弱了，出现了2根长下影线跟左边的这一个位置有所对应它来到一个筹码密集区，但从龙头引力来看呢是还未进入低洼，所以目前这种情况呢肯定不能作为随便抄底的标的或做多标的，没有蓝 K 没有白 K 没有绿灯，什么都没有，所以先等待先等一个绿灯，绿灯后延续上涨，缺口能补如果绿灯后反弹都不能补缺口，整体就还是偏空的嘛，每次反弹到黄色带都是高抛点，或者说都是做空点，这种股票呢就相对弱。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 910.08， 高点的压力是 924.01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呢是 ORCL 是甲骨文。甲骨文整体在一个高开之后出现了黄 K， 然后跌破出现了一个高点，好，高点之后呢回落到飘带附近出现了我们说的蓝 K。 那甲骨文的一个趋势，因为缺口前期涨得比较大嘛，所以这里肯定是有一个支撑的，加上飘带，所以这个地方的趋势阿哲认为短期目前还看不出什么问题。蓝 K 如果能突破，股价站回飘带上，这里可以算是一个回调一个回撤之后的启动点，可以看一个回调的买点。至于能不能再新高，我们再去跟踪，但这里呢还没有出现，可以等一个阳线去站回飘带，飘带之上是 295.86， 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78，高点的压力 284.37， 关注这两个数值。那最好呢能够在这里止跌，否则跌破飘带那就要继续等因为它这里呢是一个单边下跌，一直都是红灯所以这个地方先不要乱抄底，等待明确的启动信号。以上就是9月3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观看。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